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阳讲堂。现在这个物价贵了，菜也贵了，所以在这个后院种菜的人比较多了。那想后院种菜，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建菜床，在哪里建？当然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建菜床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菜床建的位置一定是首先不要影响美观，不能影响房子的这个resale value， 这首先一点要注意美观。第二一个呢，就说是要讲究这个用水的方便、交通的方便。没有水或者交通不方便的，这个菜地种起来不方便。那第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阳光，没有阳光是不行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不是这样，是选好菜地以后，我们这个怎么改良土壤，根据这个土的情况怎么来处理。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块的话，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就是这个地面必须全面覆盖的。为什么呢？遇到有建筑垃圾或者树根或者恶性的杂草，那这个地面如果你不覆盖，你采取传统的翻耕方法，那这个地永远改不好，就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话，不知是哪一任屋主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存放建筑垃圾的一个场所，那挖下去2-3米都是这个建筑垃圾。那这样的话，你在这个位置，虽然阳光好，但是呢，建菜床显然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只好把它这个用无纺布覆起来，放上石子，那就当做一个小花园吧。那外围这一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里边全是那种地下茎很强壮的那种草路，是一种很厉害的一种杂草。那个草的话，如果你去翻土，怎么翻怎么弄，那个草基本上是除不尽的。所以的话，我们就采取了在下边铺上无纺布，那种专门的这个 weed barrier， 来防止它这个草长上来，再铺上 triple mix 的肥土。这个铺土的厚度至少得30公分了，那最理想的是到40公分左右。因为这个土的话，它种了以后它会沉降，铺上去会新鲜的时候可能你铺了这个40公分了，但沉降下来可能只有20公分。所以的话，一定要铺够，理想的情况铺够40公分。那种植的时候能保证有30公分的这个活土层，就能满足多数这个植物的这个草本植物的种植要求。那今年一年看下来的话，我们种这个草本植物下来的情况不错。那这是属于这个地面需要全覆盖的。那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地面需要全覆盖的，那就是下边有建筑垃圾或者说有窝性杂草的这种地面的话，你不全面覆盖，那这个地是种不好的。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不需要全面覆盖的。那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不需要全面覆盖，那怎么处理？怎么去培肥它？我们到前面去看。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位置。为什么呢？我发觉很多这个朋友来改菜地的话，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就是没有考虑这个阳光的情况。其实考虑这个阳光的情况，除了我们的观察以外，我们看地面就知道，凡是地面长这个苔藓的，那就说明这种地明显是不适合改了种菜的。为什么呢？长苔藓，它首先一个情况就是没有阳光遮阴，所以它这个长不好。第二的话，它这个长苔藓的地方通常土壤都比较酸，那这来用来这个做菜地显然也不合适。你怎么改怎么弄都长不好。大家如果仔细观察，都可以发觉，凡是长苔藓的，它基本上都是在大树下边，这种位置拿来做菜地选就不合适。好，我们现在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话，阳光也好，交通也方便，然后的话，浇水也还方便。然后其实我们看这个土行不行，我们看草就好了。它这个草长得很好，说明它的这个土壤的肥力不错。那我们选这个位置来做菜地就比较合适。但是呢，有个问题，种菜生长对土壤的要求和这个草坪对土壤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草坪长得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种土我们直接拿来去种菜，首先遇到的问题会2个问题。第一个，这个现在我们看的草坪不是杂草，但是万一我们种菜，那草坪里面的草全变成杂草了，这个杂草怎么控制就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肥力问题，这个草坪的土壤拿来种菜，
肥力都是不够的，这是100%不够的。你再怎么放再怎么耕都有问题。通常这个大规模农场生产的话，它用草地来改成菜地的话，它会用这个大型的拖拉机把这个土地全部翻一道，把这个杂草全放到这个土层深处，然后使用大量的农家肥来搞，这是可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庭院种植当中，这样来搞的话就不合适。为什么？你没有机械，你用人工去翻的话是很费力的，这个杂草是出不尽的。另外的话，土壤改良也有问题。那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部分改良的土壤。那部分改良土壤就是说，我们既要把这个杂草控制住，把土壤肥力提高到能够种菜的这个程度，又要能够控制这个成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土，不便宜。这个就是符合种菜标准的土，它通常的话价格是接近180加币一个亚的。那个一个亚的你看起来一堆，放到地上没有多少。如果我们按30厘米厚度的去铺的话，只是铺到30个平方尺的地面都不到，那很小，没多少。现在怎么铺土又控制杂草，就是一个很讲究的技巧的问题。好，我们这个看这个草坪的展示的话，它这个土壤肥力不差，但是呢，还是有一点，它这个草坪生长对肥力的要求和这个蔬菜生长对肥力的要求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我看的草坪可以长得好，但是这种土拿来直接种菜，菜是长不好的，因此需要改良。那这就存在一个铺土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了，铺土的话，如果都像这个前面说那种，就是必须全面覆盖的那种，下面有建筑垃圾的窝型杂草的，你都铺40公分土，那就成本太高了。那我们部分覆盖铺多厚呢？像这种就说铺大概20公分厚。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新鲜土铺上去的时候至少有30公分厚，下雨以后沉降，现在只有20公分了。那铺了20公分厚，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下边的杂草大家可以看边上能看出来，它已经开始出来了。如果说是不加以处理，没有措施的话，那个草很快会压过这个我们菜的小苗，小苗还没出来就被杂草全部盖住了，这不行的。那我们有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大家看这个，我们在头上加了这个防草布，只是露出这个种植坑，那种植坑里面我们种上小苗，这样的话杂草它见不了阳光，它就出不来。那种植坑里面你说杂草碰不出来，出来一点点，那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是一个比较节省肥土的一个方法。这里虽然我们铺的不厚，但是呢，它有这个铺了纸板以后，这部分长出杂草的长的就没有。因此的话，我们建议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在我们铺土之前，铺上这个纸板。这个纸板的话，用什么纸板呢？通常我们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你一定要用这种没有印过彩色图案的这个纸板才可以。它是这种它没上过蜡，这个水呢能浸过去，然后的话，在土壤里边的话，大概3个月可以完全分解了。它既能起到这个压制杂草的作用，然后的话，也不会污染土壤。如果你用了这个上过蜡的那种彩色印刷的这个纸板的话，那在土里面长期不分解，阻隔水分的这个交流，那我们这个小苗好，现在小苗这个10公分20公分的土够长了，但是以后小苗这个纸板不会腐烂，影响它根系穿透，所以用纸板是有讲究的。好，另外一个问题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觉得这个除了控制上面还有杂草以外，那走道的杂草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上个星期六刚好1周才剪过的草，那现在又出来了。那这如果像这样的话，每个星期剪一次，那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这草的话，它会不断向这个里面侵占，影响这个我们改的这个菜山子上的这个食物。那怎么办呢？我在试验2种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走道上同样铺上纸板，然后放上我们剪的这个草。我们剪的草放上去以后，大概放完30公分左右后，它2天3天以后迅速发热，
可以把下边的杂草，那个大部分杂草杀死，那杂草出不来。这个做法的好处什么呢？比较省事。然后的话，它这个分解以后，我们到下一次要这个需要种菜的时候，那拔过去既没有杂草，然后这个也可以为这个菜地提供这个很好的一个肥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应用有限制。为什么有限制呢？它看起来有点乱。如果在城区后院的话，不能这样搞，这样搞的话就有点影响美观。而且这个草在刚开始2-3天的时候分解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味道，那会这个散发异味，就不能这样。在这个郊区，那这样做是可以的。那在城区怎么办呢？那无反木这个防草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专门防止杂草的，就是杂草长不过它，这根没法穿过它。那我们走道上，我们准备抽出时间来以后，在走道上也全部铺上这个布。那铺上这个布以后，跟两边山面上的这个布衔接起来以后，没有缝隙，这个草就长不出来了。它这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铺一次可以用5-6年，那彻底解决这杂草问题，就不需要每周的来这个剪草一次，要不然每周剪草一次是很费时间的。这是我们从这个草地改菜地土壤处理的一个基本方法。那我现在回顾一下，就说我们选菜地，除了阳光要好，要方便交通，有水源以外，那最重要的给它区分什么位置需要全面覆盖。比如说有建筑垃圾的，有树根的，有窝心杂草的，那种你翻回来以后，它这个会出很多问题。那干脆就是下边铺上无纺布，再铺40公分的土，这样就解决问题了。成本高一点，但是一劳永逸。那另外到这个草坪草上，就是草长得好的地方，那我们来改良的话，就采取部分覆盖的方法，铺上这个肥土，大概20公分、30公分的肥土，然后种东西，铺上这个肥土能保证我们小麦出苗，然后我们种下东西没有问题，上边再铺上无纺布，打上孔，种植的小苗可以出苗，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控制杂草。走到杂草2种方法，铺枝板，铺剪下的草，或者铺防草布，这样来做，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当然有一点，我们这个虽然现在铺了肥土了，杂草都死对了，但是呢，铺上这个肥土以后，不是说我们种上去，我们还需要根据不同蔬菜品种的特点，到底是叶子菜或者是果子菜，来种植的时候特意